Hello. What is your nationality? Nationality? I have not taken my passport. No, I don't need your passport. Give me your From nationality. China. From China. It's not possible. Why? Chinese cannot board this aircraft? Yes. Okay, thank you. 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节目，我是公子沈。刚才那段影片是在新加坡航展上发生的一幕，很多游客在航展上参观空客 A400运输机，在排队的时候，有工作人员去询问这些游客的国籍，结果发现只要你说是中国人或者是俄罗斯人，都禁止上机，不让观看。有游客就反映说，他上去观看的时候，被当着所有的国家观众的面说 Chinese go out， 中国人都出去。他说在门口试图进一步沟通的时候，机舱内的德国军人前一秒还在微笑和其他国家的游客合影，后一秒得知我的中国国籍后，直接非常粗鲁地把我往下坡用肢体推搡，让他差点从飞机上摔下来，非常危险。别人都跟你说了中国国籍的人不让上机，你还非要上机，那被推下来，我觉得也不能怪别人，谁让你不遵守规定呢？另外还有人说，在中国大陆游客被赶走之后，来自台湾地区的人却被允许参观，德国士兵还其乐融融地与他们合影留念。喂，现在才知道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呐，台湾人护照跟中国护照不是一个护照啊，难道现在才知道吗？但是他们会觉得说，凭什么？你这是不是歧视中国人？比方说这种情况，那德国军方可能认为你中国是敌国，所以中国人就不要上来，对吧？那很正常，中国现在已经全世界被围堵制裁，当做一个跟俄罗斯一样的破坏国际秩序的专制势力。那当中国人在海外受到委屈的时候，应该问一问为什么受到委屈？难道都是别人的责任吗？难道不是因为你是来自一个专制国家，所以才会受到委屈吗？如果我在现场不让我上飞机，因为我是中国国籍的话，那我也无可奈何，对吧？但是呢，我不会说因为对方你是歧视我本人，看不起我或者怎么样，我不会有这种想法。我会认为都是共产党害的，都是习近平倒行逆施，惹怒全世界，对内镇压，对外统战渗透，让全世界都警醒，发现中国在破坏国际秩序，而且在输出威权主义，输出专制制度，侵害全世界的言论自由。你非要把你的那套意识形态强加于人，那我会觉得过去不是这样，人家没有这样歧视中国人，可是现在却歧视中国人了，是别人的问题吗？是谁改变了呢？不是别人改变了，而是中国改变了。今天的中国把美国当作假想敌，亡我之心不死，而且在台海耀武扬威，威胁发动战争，实现所谓武统，对吧？你这些行为本身在别人看来，你是破坏国际秩序，破坏国际和平，而且影响到全世界的贸易，全世界的利益，那别人肯定会觉得你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而且你怎么对待自己的国民？钳制言论自由，抓作家，抓记者，谁抗议谁反对都抓谁。别人会觉得我不想跟你做朋友，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别人已经享受这么多年的自由民主的国家，会觉得你跟我不是一类人，不是一类国家，对吧？所以说各种各样的原因都造成了今天中国被孤立，更不要说中国还在私下里不断的支持俄罗斯的侵略行径，这不都是构成了中国人在海外被歧视被羞辱的原因吗？那既然已经发生了，光抱怨有什么用呢？没有用。你可能会抱怨说，那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跟我们中国人有什么关系？不好意思，对别人来讲，你中国人背后难道不是中国政府吗？对吧？你能违背中国政府的意愿吗？中国政府让你干什么？让你拍一个什么飞机里的内部结构，你敢说不吗？对吧？共产党是一个集权国家，好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别人没有办法去切割。如果你自己都不切割的话，别人怎么给你切割？所以关键问题在于你自己首先要切割，你要跟中国、跟共产党切割。你要告诉别人，中国人不都是支持共产党的，对吧？我们也是反对他的，我们也是反对这个中共党国的。你一定要不断的说，说到地老天荒，你不能停。一停下来，人家就会认为你们是一起的。所以说你要不停的说，不停的说，不停的说而且你要证明自己，你要发表一些反对的意见。但是真正能够敢说出话的人有几个呢？所以这也是问题。但是你不做又不行，所以你一定要这么说。我也在这么说。那第二呢，就是干脆不要拿中国国籍，不要拿中国护照好了那你拿一个外国护照，你说你不是中国人，你是加拿大人，你是新加坡人。这也是为什么台湾人不承认自己中国人，对吧？有什么好处？没有任何好处，而且还受到歧视。所以说，我觉得能想到的就这两个，要不然你就是坚定的跟中共党切割，然后证明你自己是一个守法的、热爱自由民主的
现代文明社会的公民，对吧？你要证明这一点 ，OK。当然，这种证明可能你跟一个人说了不管用，你还要跟每个人说啊，不停的说，而且还不能是一个人说，我们所有人都要一起来说啊，这样的话才能够让别人对中国人另眼相看啊，觉得哦，原来中国人也是受害者，也是在反对共产党的。否则的话，大家会觉得你们都在支持共产党。他们看到的确实啊，海外的这么多统战组织，这么多华人组织，在中共全球各地的领事馆、什么孔子学院的安排下，不都在舔共吗？不是都在热爱祖国吗？那请问你们跟这国家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就要跟他们抗衡，就要反对这些粉红，就要反对这些统战组织，对吧？因为这是他们把我们都害了，把我们和中国联系在一起，让全世界在讨厌中国的时候，顺带也讨厌了中国人。这些人才是罪魁祸首，共产党大外宣，共产党统战组织才是罪魁祸首。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想不要被歧视啊，那应该从我做起，从自己做起，想办法跟中国做切割。这第一，第二就是干脆别做中国人了啊，就是入了其他国家的国籍啊，这是最好的切割啊，而且是通过法律手段的切割。只有这样，你才能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听我一句劝，这种事情还会越来越多。这次是发生在新加坡航展，我觉得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的活动，特别是涉及到这些先进技术的这些领域，只要是中国人的身份，都会被提防。但是很多人还没有反应过来，不觉得中国是全世界的公敌。你要想到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公敌的时候，你才明白为什么自己被拒绝登机啊！很多人不明白，我中国人凭什么不让我登机？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理解国际形势，现在已经走到了哪一步？中国的国际形象已经糟糕到什么程度？所以一定要反求诸己。为什么我让对方产生这样的敌意？我做了什么让曾经的西方从拥抱中国变成敌视中国？或者说，为什么西方一开始是拒绝中国，然后又拥抱中国，现在又再次拒绝中国？它这个3个阶段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如果你都觉得这是别人的问题，那以后这种事情只会愈演愈烈。如果这些小粉红玻璃心的话，那劝你们回国最好啊，在国内待着不会被歧视啊。但是呢，可能更糟糕，因为你会享受韭菜跟人矿的待遇。而这2个问题其实是直接相连的，它是有因果关系的。如果你没有架起这个桥梁，没有把这2个问题放在一起来看的话，那你就永远不明白今天中国人到底得罪谁了。所以我们要明白，正是中共党国本身的种种的倒行逆施的做法，跟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导致了中国人在海外被当作贼一样提防。说到这儿呢，我就想到了最近这个台湾的网红钟明轩跑到北京去旅行啊，到我的老家。当时我做了一期节目啊，给他了几点建议。如果你只去王府井三里屯的话，你去的就是一个真的北京，但是是假的中国。2017年的时候，中国高考的作文题就是让学生给外国人介绍中国。当时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也练了练笔啊，也写了一篇作文。我开玩笑说这是我的高考0分作文，借这机会跟大家展示一下我的这篇文章。这个题目说，对来华的留学生进行一个调查，说他们关注的一些中国关键词有一带一路、大熊猫、广场舞、中华美食、长城、共享单车、京剧、空气污染、美丽乡村、食品安全、高铁、移动支付。在当中选择2-3个关键词来呈现你所认识的中国，写一篇文章帮助外国青年读懂中国。如果这个话题落到我的手上了，看看我是怎么写的，我就来读读我的这篇高考作文。当你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在你心里，中国也许是一片神秘国度，你对中国的了解也许只有国际媒体报道的只言片语，但你不必担心，中国太大了，也太复杂了。即使生活在当代的中华儿女，他们对自己祖国的了解恐怕也比外国人多不了多少。想了解真实的中国并不容易，不能只靠1-2次走马观花的短期旅行。你不仅仅需要用显微镜对微观的细节进行一点一滴的观察，还要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脉络有融会贯通的本领。只有这样，你才能对中国有更深刻的认知，更精辟的见解，洞察现象背后的深意和本质，拨开云雾而见青天。你可能听过美国的前总统奥巴马对中国的高铁羡煞不已，试图推动本国的项目。新总统川普上台前后也多次夸口中国的基础交通设施。不错，中国人对交通的进步有着很强的执着。中国的唐诗里有差不多一半都是表达思乡之情，因为古代的交通太不便捷了，出一次短门短则数月，长则数年，又没有即时通信技术，阳光万里道，不见一人归。
亲友间的地理分离往往成了永别。到了近代，交通更意味着进步。中国有句俗语，想要富先修路。孙中山先生在推翻满清建立共和之后，最想做的就是为中国修建10万公里的铁路。今天的中国高铁除了完成中国人的梦想，进行现代化建设以外，还能够看出当代中国人对自己民族和国家建设的一种政治文化心态。比如为高铁做出突出贡献的铁道部长刘志军因为贪腐被抓进监狱，可是许多中国人对此不以为然，因为在中国人看来，高铁长了中国人的面子，令跨省出行变得高效，即使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也情有可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种心态也反映出中国人对于现代化的极度渴求，以至于可以放弃基本的法治观念，同时也反映出中国人缺少国家公民的参政意识，或者说他们对比自己更高位阶的人格外宽容。中国的高铁有多好，其实并不值得多么惊讶，德日技术为我所用固然不错，只不过因为中国的人口比其他国家多了很多，国土面积大了很多，所以取得成绩相对被放大了而已。更何况包括高铁在内的铁公鸡建设完全靠央行大肆的货币供应和政府借贷产生出来，而现在的恶性扩张最终的恶果未来还是要由中国老百姓去尝。美国建高铁需要考虑各州人民的权益，而中国建高铁是不计成本的。你听说过2011年温州发生的高铁事故吗？这场灾难至今仍充满着心碎的痛苦、激愤和争议，多少同胞泪痕仍在。即便在事故发生之后，悼念和追责被严厉禁止，其他各类的建设仍然继续的好大喜功，仍然浪费成灾，仍然赶在庆典前完工，以求上级的欣赏，那么也就仍然会豆腐渣继续下去。在类似的责任事故中，德国的做法是媒体自由报道、分析和评论，当局出具权威的独立调查报告，承认错误，改良，避免再犯，将责任人起诉，设立纪念碑和纪念网站悼念。另外，遇害者赔偿标准也是中国的许多倍。穷国公民的命比富国公民廉价的事实，即使我们认了，但是面对事故应该表现出的科学、理性、公正的态度，在中国却完全没有见到，只留下铁道部发言人的那一句不负责任的名言：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了。这就是中国一条简简单单高速铁路背后能看出多少政治与文化内涵。如果你只看到了高铁的便捷就感到多么震撼和惊讶，只能说明你的见识还远远不够，对中国的认知停留在表面。另外，你来到中国必然会因为空气污染和食品安全这2大问题而苦恼，不知道嗓子为什么会无缘无故的发炎，不知道吃什么不会拉肚子。我的建议是习惯就好，既然到了中国，最好就是入乡随俗，尝试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体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既来之则安之。你也不必替中国人操心，我可以负责任的跟你说，空气污染和食品安全这2个问题在我们有生之年都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无论是200年前的英格兰，还是今天 GDP 增长超过中国的印度，亦或是当今中国，空气污染是某一阶段人口规模、工业水平、不作为政府3者相加引发的必然结果。在这个问题上，你又可以学习到中国的另一特色，说一套做一套。如果你读得懂中文，你会发现从90年代的北京日报到2010年以后的环球时报，决心治理好污染的陈词滥调已经被各界政府强调过无数次，甚至还有市长戏称治不好雾霾就要提头来见，一时沦为了笑话。最终你会发现，每一年几乎都是污染最严重的一年。食品安全也许在监管更严的大城市会好一些，但是仍然无法避免吃到有毒食品。我们中国人已经练就了铁肺神功，没有低沟油东西吃起来不香。你听说过2008年毒奶粉事件吗？在企业、媒体、政府不断掩盖真相的过程中，最后还是要靠新西兰的外国政府直接出面，才揭发了丑闻，让那些患有肾结石的大头娃娃得到应有的关注和治疗。当时我在国外留学，我写的文章被禁止在中文刊物上发表，只因怕有损与领事馆的关系。而其他中国留学生却没有一个站出来表达对同胞的同情和悲愤，反而跑去跟藏人无聊的吵闲架。他们的爱国，我不知道爱的是哪门子的国。作为在中国的外国人，你只能自求多福，或者学习中国人听天由命的态度。反正吸到的空气也是有毒的，吃点牡丹红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能有饭吃就已经很不错了。只要能给一口饭吃，只要能给一点油水赚，他们便可以放弃尊严，放弃自由，放弃道德与良知。这是中国人从古至今逆来顺受的民族特点，
这也是鲁迅笔下的中国人典型。当然，鲁迅比我对祖国爱之深责之切得多，他甚至胆敢把自己对同胞的态度讲得如此露骨。我向来是不但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的，虽然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怀有最坏的恶意，但是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不妨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不过我提醒一下，千万不要把鲁迅这句话表现出来，因为当今的中国人已经进入到了中国梦的梦乡，民族主义的浮躁情绪空前高涨，他们对外界的批评和指责的容忍度可比过去要差了太多。打个比方，如果你指出他们走路驼背不好看，他们会觉得你接了他们的短，会暴跳如雷的骂你，不要对我指手画脚，你没资格干涉我的内政。再说，你走路也好看不了哪里去。正如写这篇文章，有同胞会批评我，空气污染和食品安全都是负面的形象，甚至把进步神速的高铁也说得如此不堪。你想让老外了解怎样的中国呢？他们忘了，空气污染、食品安全以及高铁，这可都是2017年全国高考作文题目的关键词。出题人特意让学生们来写作和评论，又有何不可？向老外宣传中国伟大、光荣、正确的正面形象，还是交给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等等有影响力的媒体来做吧。他们拥有那么多的资源和经费，还不会被删帖，一定做得非常成功，肯定不差我一个。但作为外国人，你应该清楚地明白，如果有中国人接受不了别人的批评，或者权力部门查禁这样的文章，那么这正说明他们的恐惧，说明他们的自卑，说明他们根本没有所谓的3个自信。在中国活了几十年，我深刻地认识到，在正面的成就与吹嘘里不一定有真相，而在阴暗面里往往有更真实的中国。这篇文章是我的高考0分作文啊，那么这是我作为一个曾经的中国人，这是对外国人非常朴素的一点建议，让他们能够更好的了解中国。我觉得我的对中国的认知比过去要成熟得多，所以说这还是过去的我写的文章。如果今天让我写，我可能就不会有这个耐心去写这种长篇大论了，那个时候可能还对中国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切实际的期待。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加入会员。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